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真正决定你身体有多年轻的，搞不好不是看你身份证上的生日，而是你血管的年龄哦。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年纪大了，血管自然就跟着老了嘛，这很正常。但如果我跟你说，这其实是一个可以被打破的迷思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套非常科学的血管逆龄作战计划，教你怎么把健康的主导权重新拿回自己手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会聊到的几个重点。你看，我们会先来打破一个观念，就是血管老化真的不是命中注定的哦。然后要找出到底是谁在搞鬼，揪出那个真正的元凶。接着，这点很重要哦，我们会重新定义什么才是治疗的新目标。这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最后，当然就是重头戏，一套完整的3D 逆龄作战计划。我会带大家从防御、攻击到重建，一步一步来看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好，第一部分，我们就先来挑战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讲法，就是说血管硬化啦、钙化啦，这些都是人老了就一定会发生的事，是躲不掉的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现在的科学告诉我们，答案其实是不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真的有办法把血管的老化时钟给它按倒转，那会是什么样子？这听起来好像科幻电影，对不对？但这不是科幻，这就是现在医学界真真切切在努力实现的目标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身体年龄是完全有机会比你身份证上的年龄还要年轻的。OK，这就是观念上一个最大的转变。你看，以前我们都以为血管钙化就像长白头发一样嘛，是一种被动的、自然的退化。但现在科学告诉我们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细胞病理反应。整个过程说穿了，更像是血管里面在长骨头。那最关键的一点来了，既然它是个活跃的过程，就代表它是可以被干预、可以被控制的。光是这一点就彻底改变了整个游戏规则。好，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可以控制的，下一步当然就是要揪出那个幕后黑手嘛。到底是谁在偷偷的让我们的血管变得又老又硬呢？答案就是这个东西，听起来有点专业，叫做糖化中产物，英文简称 AGS。听起来很复杂，但其实你只要这样想，它就是糖跟你身体里的蛋白质手牵手之后变出来的坏东西。那它从哪里来？很简单，你爱喝的那些含糖饮料，爱吃的炸鸡，香喷喷的烧烤，没错，这些高糖分还有经过高温烹调的食物，就是 AGS 最大的来源。那么这个 AGS 到底是怎么搞破坏的呢？它的作案手法大概有4个步骤。第一步，它就像强力胶一样，会把我们血管壁里面的蛋白质全部粘在一起，让血管整个失去弹性，变得很僵硬。接着第二步，它会引爆一连串强烈的氧化压力和慢性发炎。好，可怕的来了。第三步，因为长期发炎，血管壁里面的平滑肌细胞竟然会突变，变成像钙骨头的细胞一样。那最后一步就很明显了，这些突变的细胞就开始在血管里面疯狂的钙骨头，也就是主动分泌钙质到血管壁上。你看，这就是血管钙化的真正真相。好，既然了解了原因，我们接下来就要谈谈治疗的目标了。很多人可能会直觉的想，那很简单把这些已经形成的钙化斑块，想办法把它清掉不就好了？注意咯，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治疗迷思需要被打破。现在整个心血管医学的核心观念其实已经不一样了。大量的研究发现，真正会引发心肌梗塞这种急症的，往往不是那些又大又硬的老斑块，反而是那些不稳定、很容易破裂的新生出来的软斑块。所以你懂了吗？我们现在真正的目标根本不是要去硬碰硬地铲除那些旧的硬斑块，而是要让它们稳定下来，不要作怪，然后同时用尽全力去阻止那些不稳定的新斑块形成。这才是预防心脏病发作的关键中的关键。OK， 既然目标这么明确了，那具体的作战计划该怎么做呢？好，
这里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个多管齐下、立体作战的3D 逆龄策略。你看，这套策略就分成3个层面，一起行动，逻辑非常清楚。第一个层面是防御，也就是从源头用营养学的方式直接阻断钙化的原料。第二是攻击，用最精准的医疗手段去打击那些已经存在的风险因子。那第三呢，就是重建，我们要利用一些先进的物理科技来修复已经受损的血管，把它们重建起来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想知道的、最实用的部分了。这个作战计划具体的执行蓝图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好，第一步，防御。这部分要从营养下手。首先，维生素 K2， 你把它想象成血管里面的交通警察，它的工作就是活化一个叫做 MGP 的蛋白质，然后把乱跑的钙从血管壁上指挥到它该去的骨骼里面。再来，高纯度的 EPA， 这是一种很强效的 Omega-3， 它就是我们对抗血管发炎最直接的武器。当然啦，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我们的饮食，尽量避免高糖跟高温烹调的食物，这等于是直接从源头把 AGS 这个坏东西的供应给切断。OK， 营养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，是基本功。但对于风险已经比较高的人来说，光是防御可能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更积极的攻击手段。好，这就带我们进入了精准医疗的领域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荧幕上的数字，这都是根据最新的国际医疗指引来的。你看，血压要控制在130/80以下，然后对于那些高风险族群，我们俗称坏胆固醇的 LDL， 哇，甚至要压到55以下。你可能会觉得，哇，这标准也太严格了吧？没错，就是这么严格。因为现在有大量的科学证据都告诉我们，只有做到这个程度，才能最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血管。没有妥协的空间。那讲到降胆固醇，大部分人想到的可能还是就是要每天吃药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革命性的新选择，那就是注射型的降血脂药物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从每天都要记得吞药，变成2周、1个月，甚至夸张到半年才需要打1针。这不只是方便而已哦，更重要的是，在治疗的稳定性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突破。那这些新一代的针剂主要有2大类，第一种叫做 PCSK9 抑制剂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枚精准导弹，它可以直接锁定并且清除血液中那些会让坏胆固醇升高的目标。另外一种更先进，叫做 sRNA 疗法，这个东西更厉害，它就像一把基因剪刀，它的作用不是去清除，而是直接跑到源头，也就是我们的肝脏，把那个制造坏胆固醇的指令直接关掉，效果当然更持久，1年甚至需要打2针就够了。你看，这就是精准医疗的威力。好，在我们做好了防御，也发动了攻击之后，最后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，就是要重建。你想想看，对于那些微血管已经受损，或者身体状况不允许做高强度运动的人来说，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他们被动地来锻炼血管呢？答案是有的，就是这个叫做 ECCP 的技术，中文是体外反搏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身体外面装了第2个心脏，在治疗的时候，它会透过气囊跟你的心跳同步加压，在你的血管里面产生一股很强大的血流冲击力，我们叫它剪应力。这个纯物理的力量会刺激我们的血管释放出一种很重要的东西，叫做一氧化氮，来帮助修复内皮，降低发炎。那更神奇的是，它还能刺激心脏长出新的微血管，形成天然的绕道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的主干道有点塞车，身体也会自己去开辟新的小路来疏通交通。这不是很酷吗？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，透过我们刚刚讲的营养防御、精准药物攻击，还有物理科技重建，这套3D 的立体策略，血管老化它就不再是一条单行道了。我们不只可以踩下刹车，甚至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倒车，把时间的时钟给倒转回来。
所以说到底，我们血管的健康真的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。今天这个问题它不只是一个结尾，我更希望它能成为你开始采取行动的一个起点。希望今天这份科学的作战蓝图能够帮助你为自己重塑一个更健康、更有活力的未来。